你叫阿灿？回嬷嬷，是，就你了。啊！即日开始，你要一直负责给将军送饭。何嬷嬷，这不行的，这会死人的。大柱哥前天送饭断了根肋骨，阿牛哥今天又被砸破了头，有什么不行？一个卑贱的小丫鬟，连命都是陆家的。记住了，咱们当奴才的，永远都不能对主子说不。完蛋了，这下是真的要交代在西跨院了。阿灿，要不我替你送吧？你替我送？何嬷嬷要是发现了，非得打断我们俩的腿不可。那我们就不让他知道，我们俩一起去。我提着食盒进屋，你在外面等着，没人会发现的。全府上下谁不知道给活阎王送饭是九死一生的差事，他怎么会主动凑上去？不了，我一个卑贱的小丫鬟，还是老实些，保命要紧。若是被查出来，不仅差事丢了，小命更保不住。可是你给将军送饭，一个不慎就要被打死的呀。那你替我去，就不会被打死吗？柳儿，你该不会自己想给将军送饭吧？我哪有，我就是关心你。还真有不怕死的，早知道我就该跟何嬷嬷举荐他去接着要命的差事。好香啊！刘厨子这御厨手艺真不是盖的，可惜这是给阎王的断头饭。太可怕了，老夫不看了，这腿爱谁治谁治。送饭。是，奴婢叫阿灿，何嬷嬷让我负责给将军送晚膳。确实长得不错。是轻功，绝了！等等，他那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？伸头一刀，缩头也是一刀，天啊！嘿，将军，吃饭嘞！滚出去！好嘞。等一下，将军，您还有什么吩咐吗？你是来干什么的？送饭的呀。那饭？哦，您要吃饭啊？谁说我要吃饭的？那您是想干嘛？你为什么不求着我吃饭？我为什么要跪着求你吃饭？你吃不吃关我屁事啊？难道还得我喂你吗？记住了，咱们当奴才的，永远都不能对主子说不。那奴婢求您吃口饭。滚蛋！哦，等一下，拎出去。将军，您已经好几天不吃饭了，这怎么能行呢？您多少吃一点吧。出去！臭丫头，你看什么？信不信我撕了你？将军，我信，我绝对信。这可是御厨做的小油鸡啊，油光锃亮，外酥里嫩。我就算在将军府干一辈子，也不一定能吃上这一口。就这么拎出去倒掉，简直是要遭天谴的。将军，您真的不吃吗？今日这小油鸡可香了，还热乎着呢。不吃，听不懂人话吗？
不行，我舍不得这食盒里的好吃的，撑死胆大的，饿死胆小的。将军，这是专门给您送的饭菜，您得吃啊！您要是不吃，难道是我吃吗？不吃，不吃，本将军就是不吃。那您不吃，这饭菜谁吃啊？爱他娘的，谁吃谁吃！何嬷嬷说了，不能对主子说不。将军说了，爱谁吃谁吃，我爱吃，那我吃。天大地大，吃饭最大，管他什么活阎王，先吃饱了再说。哇，太好吃了！这手艺绝了！真香！将军，奴婢这也太俊了吧！完了，完了！我当着将军的面吃光了他的饭菜，还打了个饱嗝，他会不会一掌拍死我？滚！吓死我了！可摸着圆滚滚的肚子，我又忍不住有点开心。那小油鸡是真的好吃啊！将军虽然暴怒，但是刚才他好像没真的想砸死我，不然以他的准斗，那把椅子怎么会只砸在门槛上？你还敢回来？信不信我真的撕了你？将军，给您，我偷偷揣怀里的，无人晓得。您晚上饿了就洗一洗吃。将军您战功累累，因战受伤，无人敢否，只叹英雄无畏。但是如果您把自己活活饿死，那真是笑死人啦！滚！再让我看见你，我撕了你！好了您这脾气真是老大了，那明儿见了您。怎么样，被我的速度惊了吧？我可是将军府里丫鬟堆里跑得最快的。没大没小的臭丫头。阿灿，你昨晚没睡好？能睡好才怪了，一晚上我梦里全是将军那张俊脸，一会儿是他暴怒着要撕了我，一会儿是他看着那2根黄瓜一脸错愕的样子。我到现在都没想明白，我昨天到底是哪来的胆子，不仅吃光了将军的饭，还敢跑回去送黄瓜，还敢怼他。现在想起来，我都后怕的腿软。又来送饭？
陆大人，快救救我！你快跟我一起进去，不然我今天怕是要竖着进去，横着出来了。陆大人，你过来啊！你这是差遣我？不敢不敢。我看你敢得很。你昨天不是胆子很大吗？今天不敢进来了？你先下去。陆大人，完了，今天怕是真的要栽在这里了。不是送早上吗？进来。他这哪是叫我进去送饭，分明就是叫我进去送命。怕了？怕？我会怕？呵呵，那当然怕。但是我能退吗？躲得过初一，躲不过15。阿灿，你可以的。昨天都能活着出来，今天也可以。完了，他要一掌拍死我了！将军，您要不要问一句，我还有什么遗言吗？什么？武侠话本里都是这么写的，主角或者配角杀人之前，都喜欢问一句：“你还有什么遗言吗？”将军杀我，能别少了这个不成吗？你有什么遗言吗？我等的就是这句话。敬告远方老家的父母，我有好好的听长公主的话。虽然这次我未能成功的让将军吃饭，但是因此死在将军的手中，也算是报了长公主当年的救命之恩。救命之恩？3年前，我在南方的老家大旱，田地颗粒无收，家中10余口人将要饿死。幸得长公主路过相救，给了50两白银，买了我当丫鬟。家中靠着这笔钱度过了荒年，还又余了下来。买了你当丫鬟？将军，您是长公主的独子，若有个3长2短，长公主一定痛彻心扉。更何况区区腿伤。区区腿伤？对，将军，您驰骋沙场，什么苦难没有经历过？怎么连一头母猪都不如呢？说什么？以前村里的一头老母猪跑出门，在林中被猎户所放的捕猎器误伤，断了脚筋，是村里的赤脚大夫治好的。他专治跌打骨折，可厉害了。没过个把月，那母猪跑得比其他的猪还快，一样都是伤着腿。母猪能好，将军定然也能好，为何您自暴自弃呢？你说谁自暴自弃？信不信我一掌拍死你？拍死我吧，反正您就是不如那头母猪，人家猪受了伤，尚且顿顿吃饭呢，而您……本将军也顿顿吃饭。真的啊？耶，说漏嘴了吧？既然吃，那就好办了。将军既然顿顿吃饭，那今儿这顿也得按时吃呀。哇，刘厨子熬了一早上的鲍鱼蟹肉粥，这鲜味儿简直绝了！将军，奴婢求求您了，您就尝一口吧，就一口。没叫我滚，那就是有戏。将军尝一下嘛，就一口，要是实在不好吃，您再一巴掌拍死我也不迟啊。是不是很好吃？
何嬷嬷说过，只要能哄得将军吃饭，长公主有重赏。这下不仅小命保住了，还有赏钱拿，发财啦！将军慢用，奴婢告退了。对了，将军，昨晚的黄瓜好吃吧？林灿，今天不知道这活阎王还会不会摔盘子，反正我跑得快，不怕。将军，今日是秋水鲈鱼，还有乌鸡人参汤，特别鲜。还敢过来？不怕我今天一掌拍死你了？将军还是要多珍惜身体吧。而且，我真心以为宫里那些御医说的话并不是绝对的。早上跟将军说的那老母猪断腿的事儿，真不是奴婢编的。我们老家那一带确实有这么一位隐居的老神医，他专治跌打损伤、断骨筋伤，曾经有断腿10几年的病人都被他治好了。京城水深，将军手握5万兵权，这腿伤到底是治不好，还是有人不想让他治好，谁也说不准。既然御医信不过，不如试试民间偏方。既然御医都对将军的腿伤束手无策，那不如让老神医试一试。太好了，这活阎王终于肯好好吃饭了，我的赏金保住了。将军真的开始吃饭了，可不是怎么，也不知道那小丫头到底干了什么，倒是有2把刷子啊。这半个月，将军一回都没发脾气，饭菜顿顿吃光光。何嬷嬷看着我都笑成了一朵花，塞的碎银子都快把我的荷包撑爆了。照这个速度，用不了几年，我就能攒够赎身的钱，回老家买上几10亩良田，当个小地主婆了。林灿，林灿，这可是他第一次连名带姓的叫我，出什么事了？将军，你有什么吩咐？今日起，你来伺候我。啊，奴婢每天都在伺候您用膳啊。我是说贴身伺候，包括为我擦身、更衣。那不是陆岩大人做的活吗？整个将军府谁不知道？将军连丫鬟婆子都不让近身，贴身的事全是陆岩一手包办的，怎么突然轮到我了？你去找我母亲一趟，就说我同意了。是，将军。海嬷嬷，跟我走吧。奴婢阿窜，叩见长公主殿下，殿下万福。不必多礼，起身吧。来，到我跟前来。是杨儿让你过来的，她可曾带话？
他是说他答应了？回禀殿下，正是。将军让奴婢传的原话，便是他同意了。好，好，真是太好了。好孩子，你靠近些来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殿下他怎么会把这么贵重的镯子戴到我的手上？殿下，使不得，这东西太贵重了，奴婢万万受不起。哎，带着。殿下，奴婢只是个粗使丫鬟，怎么能带这么贵重的东西？要是磕了碰了，奴婢10条命也赔不起啊！什么丫鬟不丫鬟的，这是我们陆家的东西，给你的你就收着，下去吧。可是，阿灿姑娘，长公主殿下赏你的，你就安心收着吧，这是殿下天大的心意。这成色纯正浓郁，质地触手生温，分明是价值连城的稀世宝贝。长公主何等尊贵，为何要赏给我这样的小丫鬟？这背后究竟藏着什么深意？还有活阎王那句“我同意了”，声音又冷又硬。他到底是同意我留下端茶倒水，还是默许别的要命的事？怎么，毛毛躁躁的，被我母亲骂了？将军，长公主殿下给了我这个，我不能要，这真的太贵重了，您快帮我还回去吧。要命，这活阎王笑起来怎么这么好看？母亲给你的，你便收着吧。可是这太贵重了，奴婢真的受不起。没你贵重啊！如此好的玉镯，竟然不值50两银子。林灿，你脑子里只有银子吗？现在对天发誓，这镯子以后无论如何不可再轻易取下。若有违背，我发誓绝不摘下来。不摘就不摘，全当带了个消暑的冰块。世家子弟身边都有通房丫鬟，难不成我就是那个通房？林灿！不对，将军每次生气都恨不得一巴掌拍死我，还说谁娶我谁倒了8辈子血霉。他肯定不想被我气死，所以绝对不会要我。那长公主给我这红玉镯，将军又让我贴身伺候，我到底算个什么东西啊？不管算什么，月前实打实的涨了10倍啊！1个月3两银子，将军还提前把这月的发给我了。1月3两。1年就是36两，发财了！发财了，发财了！花不完。没有啊，才不是呢。哦。不是花不完，那你这副模样是在盘算什么？本朝的律例条文里写得清清楚楚，我们做奴仆的是可以自己积攒银钱赎身的。再给我几年时间，我肯定能攒下好几百两银子呢。我打算先拿出50两，把自己的卖身契赎回来，恢复自由之身。等成了自由人，
我就收拾行李回到老家去，然后用剩下的所有积蓄，好好的、精心的挑选一个模样俊俏、性情温和的小郎君买回家。将军，您喝茶怎么这般不小心？要慢些喝呀！您看这呛的。你刚才说什么？买一个？对啊，俊俏的小郎君啊，等我开了小面馆，总得找个人搭把手成亲嘛。到时候我负责擀面，他就负责煮面，夫唱妇随。我终于明白了一件事，我这不是通房，这是直接成了国阎王的嘴边肉啊！将军，您是不是看上了奴婢的美色，想让奴婢当您的通房丫鬟？我娘一直顶负我，宁为贫者妻，不为贵人妾，更何况通房丫鬟，连妾都不如，一辈子都抬不起头来。我娘要是知道了，一定会打断我的狗腿。我没想到啊，我拿您当主子，您却缠我身子。您不是说谁娶了奴婢，谁定会被气死吗？那您想被奴婢气死吗？哦，不对，当通房丫鬟不算娶。原来您只是单纯缠奴婢的身子。别哭了，再哭我还亲你。命苦啊！别胡思乱想，去给我准备热水，我要沐浴。嗯。将军，完了完了，将军真的缠我的身子，我以后该怎么办啊？烧桶热水。阿灿，你可得好好伺候将军，这是你的福气。这福气给你，你要不要啊？将军，热水备好了，锦衣给您放门口了。他那句没你贵重，到底什么意思啊？李姐姐，您怎么来了？阿灿，将军让我来给你量身，做几身新衣裳。给我做衣裳？是啊，阿灿，你貌美，又是个有福气的。将军为什么突然要给我做新衣裳？难道真的要让我做他的通房丫鬟？那我先走了。当贵人的通房丫鬟，待遇竟也这般高吗？虽然我心中仍是不愿，但是不愿又当如何？我一个卑贱的小丫鬟，连命都是陆家的。这人啊，一旦死了，就什么都没了。只是我心里清楚，我想要的一生一世一双人，怕是穷其一生也得不到了。如此隆重，定是为主子所办。今日非长公主诞辰，亦非将军诞辰，莫非是将军要成亲了？我心里怎么有些发酸？可我一个丫鬟，有什么资格发酸呢？
倘若真有那一日，娘会替你护着他。这是你父亲的心血，那你甘心吗？心地，心地，当今圣上还在位，怎么会提到心地？还有将军的腿伤，难道真的另有隐情？这些朝堂上的事，不是我一个小丫鬟该听的。知道的越多，死得越快。是我重要，还是小游姬重要？夫人，您醒了。何嬷嬷，您叫我什么？夫人？谁？当然是您啊，将军的侧夫人。侧夫人？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？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？夫人，夫人。何嬷嬷选我送饭，长公主赏红玉镯，将军让我贴身伺候。原来，从一开始，他们就打算让我给将军冲洗。在我误以为自己要成为将军的通房丫鬟时，将军其实是想拿我为妾。本朝规矩，世家子弟娶妻前不能纳妾，除非因病冲洗，所以我是将军的冲洗小妾。原来他做的这一切只是为了冲洗，那个吻，那些温柔，都只是因为我是他的冲洗小妾。夫人，你应该高兴才是，这是多少人求都求不来的福气啊！福气？这福气给你，你要不要？夫妻对拜，礼成送入洞房。陆阳，我可真谢谢你嘞！我就说他一定馋我的身子。我肤白貌美，便宜了陆阳这个大色批。不对，他一个残疾将军，好像也不能拿我怎么样吧？好吃你也少吃点，晚膳准备了你喜欢的小油鸡。站着！他不是双腿残疾吗？怎么站起来了？你的腿不是残疾吗？我坦诚待夫人。是挺坦诚的，新婚夜直接告诉我他的腿根本就没残疾。若夫人不嫌弃我双腿残疾难以治愈，装残疾？他从回府开始就一直在装残疾，难怪御医束手无策，难怪他明明摔在地上连骨头都没断，全都是装的。可是既如此，又何必纳我冲洗，就为了装得更逼真？还请与我共饮此酒，携手白头。携手白头？我做不到与别的女子共侍一夫，可是我无法拒绝他，况且我一个卑贱的小丫鬟，有权利拒绝吗？醒了。将军，老神医已经请到府里了，正在前厅等着。老神医？是我纸条上写的我老家的那位老神医？你给我的地址，我派人去把老神医请，不仅是为了圆这场戏，也是为了谢谢你。夫人，洗漱了。这几个月他装的也太像了，连我天天在他身边都没看出来破绽。专军这腿伤，老朽定当尽力医治。有劳神医了。听说了吗？将军的残废双腿竟然有知觉了！老神医与侧夫人是老乡，就是夫人找来给将军治病的。林氏现在备受将军宠爱，连长公主都十分重视呢。别人觉得将军和小妾恩爱，我却知道这是饿狼扑肉。恭喜将军，夫人这是喜脉有喜了。今日之事，谁敢说出去一个字，拔了舌头。是。
我们有孩子了。将军，叫我夫君。夫君，阿灿可不可以无论如何都信我？我信你。动作快点，将军吩咐了，把侧夫人的东西都搬去长公主院里。说是为了方便养胎，谁不知道是将军厌弃了侧夫人啊？夫人，将军也太过分了！您刚怀上他的孩子，他就这么对您，这才刚成亲多久啊，就厌弃您了？夫人，男人嘛，都是喜新厌旧的，您不如寻个知心人放到将军的身边，也好帮您看着将军，别让他被别的女人勾走了。他哪里是为我打抱不平，他是想自己爬上将军的床，想要什么人儿那是将军的事，我只不过是一个身份低微的小妾。灿儿，再吃点吧，你这怀着身孕，什么都吐，怎么受得了？夫人这般难受，将军却连来看一眼都不曾，真是好狠的心。我明明知道他有苦衷，明明答应了他，无论如何都信他，可心里的失落却怎么也压不住。参见殿下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丞相嫡御方若曦，温良敦厚，品貌端庄，特赐婚与大晋将军陆阳为正妻，婚期定于9月初8，钦此。臣谢主隆恩。才是这一场。将军所做的一切，就是为了这门婚事。可是，为什么？夫人，将军婚期已定，就在9月初8。夫人，您没事吧？夫人，听闻梵音寺新来一个发丈，解命吉灵，您要不要去瞧一瞧？若他说的不中听，就当散散心了。老神医也说，您往后3、4个月要多多徒步慢行，有利于日后临盆。梵音寺只在京郊，并非山上，路也好走。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撺掇我出府，到底想干什么？想利用我？你还嫩了点儿。也好，那便明日一早去吧。好，夫人，我这就去安排马车。既然你想玩，那我就陪你好好玩玩。我倒要看看你背后的人到底想干什么。夫人，马车备好了。夫人，到了。你就是陆阳那个丫鬟出身的小妾。他未曾见过我，却识得我，显然他早就知道我今天会来梵音寺。而给他通风报信的人是谁？不言而喻。贱人，一个卑贱的丫鬟，也敢占着陆夫人的位置，爬上陆阳的床，还怀了他的孩子。我告诉你，别给脸不要脸！你以为你有了身孕，就可以母凭子贵吗？你小心有命怀，没命生！有什么话，我们上车说。你怎会有？他怎会给你？这该是我的，我的！把那个镯子给我拿下来！这个镯子应该是我的，快还给我！夫人小心！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？把他给我抓起来！
把镯子抢过来，那是属于陆家主母的，我才是未来的主母。我看谁敢动我们家夫人！上！你们敢动我？我是丞相嫡女，陛下赐婚的未来正妻。方小姐，光天化日，你带人拦路抢劫，还威胁我腹中骨肉，就不怕我把此事捅到陛下面前？你一个卑贱小妾，也敢告我的状？卑贱与否我不知，我只知这镯子是长公主亲手给我戴上，嘱咐我不可摘下。你说这是主母专属，那你说长公主是什么意思？那是陆老将军给长公主的定情信物，他怎么敢？我敬你是丞相千金，不与你计较。若再敢对我和孩子动手，别怪我不客气，把他拉开。夫人，刚才乱哄哄的时候，柳儿跑了，说是去解锁。跑了？跑得了和尚跑得了庙吗？夫人，咱们现在去哪儿？回府。我早就料到他在梵音寺设局，这笔账回去慢慢算。夫人，长公主殿下在院里等您。阿灿，没伤着吧？方若曦那丫头没碰到你吧？夫人放心，梅儿他们护着，我连片衣角都没破。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不关奴婢的事啊，是夫人自己要去的。拖下去，杖责20。想不想弄死他？不，母亲，打死他太便宜了。别人的眼珠子有时候也能为我们所用。先别打了，关进柴房。是。阿灿，日后你便像杨儿一样唤我母亲。本朝律法，妾是无资格唤彭母为母亲，那是正妻的特权。彭玉主母，原来如此。你还信他们？信。但你动摇过？没有不信，只是有些失落。为何失落？我本卑微，不敢奢求太多，怕只是他一时兴起，或为了冲喜。很多年前，有个人告诉我，他家有一条死板的祖训：一生爱一人，非爱不娶。一生爱一人，非爱不娶。那将军他爹是个死心眼儿，他的儿子尤其像他爹。母亲，杨儿自幼背负太多，太子狼子野心，丞相权倾朝天，他装残隐忍，甚至故意冷落你，全是为了保全你和孩子。朝堂是一盘死局，他必须做那个执棋的人。他的布局里，你的安危永远是第一位。他对你的心意，从未有过半分利用。你最后的那些委屈，彻底烟消云散了。原来我是被坚定选择的那一个。宝宝，你爹爹是个大英雄，我们在家乖乖等他，好不好？夫人，夜深了，喝了药歇息吧。最近宫里传信，陛下病重，太子监国，京城里怕是要变天了。母亲进宫侍病，几天没回府了，这府里的防卫是不是更严了？将军下了死命令，梅兰竹局寸步不离。外面的风雨由他们男人去挡，我绝不能成为他的软肋。太喜太难受了，这小家伙可真折腾人。别动，是我。夫君，夫君，我在。对不起，阿灿，让你受委屈了。你得走，这里是长公主的院子，人多眼杂，若是被发现你深夜来此，你装病的布局就全毁了。
如果没有如果，将军，我等你，无论发生什么，我和孩子都等你平安归来。何嬷嬷，夫人有何吩咐？备车，我要回一趟老家。夫人，现在？对，快点准备，明日辰时准时出发。京城的暴风雨就要来了，我必须在他收网前离开，绝不给他留后顾之忧。夫人，奴婢肚子疼，想去解个手，让车停一下吧。去吧。夫人，就这么放他去给丞相府报信，戏要演全套，不然怎么让他们信以为真？夫人恕罪，奴婢拉肚子，耽误了行程。无妨，继续赶路。停车！夫人，怎么停了？这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，不安全。干什么？当然是送你上路。夫人，您这是要干什么？府中知我怀孕的皆是心腹，是你把消息传给了方若曦，对不对？是你撺掇我出府，把行踪泄露给方家，想在梵音寺借刀杀人，更是你一直向丞相府通风报信。你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底细？我告诉你，那位治好将军的老神医是我亲舅爷，他可从未说过让我出府的话。我早就察觉你心怀不轨，却依然选择踏入梵音寺，那是因为我本就是将军部下的一枚诱饵。不过我这一枚却是他们谁也吞不下碰不得的剧毒之。好好睡吧，闭上眼睛，之后就再不会有任何烦忧了。出发。这黄瓜是脆，但嘴里淡出鸟了。夫人，该喝药了。菊儿好，菊儿，我都在这待了这么多天了，害喜也好了，你就让我吃一口小油鸡呗，就一口。不行，兰儿说了，夫人有孕在身，饮食需清淡，小油鸡3天才能吃一次。昨日您刚吃过，得后天。我肚子里的小将军说他馋了，他今天就要吃。夫人，少拿小将军当挡箭牌，脉象平稳，不可油腻，没得商量。这日子没法过了，等陆阳回来，我要告你们的状。夫人，京城传来消息了，说一切按计划进行。载着贾夫人和柳儿的马车在山道遭遇山匪，连人带车坠入万丈悬崖，尸骨无存，无法对证。京城各方什么反应？消息传回将军府，陆将军当众吐血3声，大病不起，对外宣称腿疾发作，彻底成了废人。好一个示弱交敌！他们以为拔掉了将军的獠牙，却不知这只是猛虎收起爪牙，准备给出致命一击。陆阳，京城的大戏终于要开场了，你可一定要平安啊！我和孩子在江南等你。夫人，您歇会儿吧，小心伤了眼睛。唉，这绣花真比吃饭还难。夫人，京城那边刚传来的消息。怎么说？太子把持朝政，越来越昏庸了，排除异己，滥爱忠良，
现在朝堂上人人自危，丞相更是借着太子的事一手遮天。那三皇子和将军那边呢？三皇子还在隐忍，暗中联络忠良，积蓄力量，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。那就好，只要他们平安就行。夫人，用膳了。菊姐姐，我都连着吃了3天青菜豆腐了，我想吃小油鸡，王屠户家新杀的那种，滋滋冒油的。不行，神医交代过，夫人最近上火，绝不能吃油腻之物。为了小主子，您忍忍。不让吃，看我偷偷去。等买到了小油鸡，就让隔壁王大娘帮我烤，偷偷解解馋，神仙也发现不了。夫人又偷偷跑出来买小油鸡，陆阳，阿灿，慢点。我来了。你怎么才来？我还以为你要等孩子生了才来看我。怎么舍得让你等那么久？你真的来了，不是我做梦吧？夫君，你说是你重要还是小油鸡重要？你说呢？当然是小油鸡。林灿，你再说一遍。哎呀，生气啦！当然是夫君最重要啦，小油鸡哪有夫君香啊？算你识相。哎，你快放我下来！是青天白日的，要是被村里人看见了，多不好意思呀！我抱的可是自己明媒正娶的夫人，天经地义，有什么不好？有什么可见不得人的？你们看，这小两口真够恩爱的。见过将军。免礼。哇！慢些吃，小心噎着。这事儿可得保密，要是让咱们那位掌管厨房、规矩顶大的菊大厨发现了，别说你这小馋猫，就连我也得跟着挨好一顿数落。宝宝，爹爹今天教你唱歌，大风凄凄云飞扬。夫君，你快别唱了，小心孩子出生后也是个破锣嗓子。夫君，京城的事都处理好了吗？你突然跑来这里，会不会耽误了大事？放心吧，都安排好了。京城那边有陆岩和三皇子死死盯着，出不了乱子。我只需在最关键的时候回去收网即可。比起那些陪着你和孩子，才是最重要的。夫君，无论你做什么，我都信你，都在这儿等你。好。将军，京城出事了！出什么事了？慢慢说。将军，太子谋反了。昨夜，太子与丞相联手，用毒酒狙杀了陛下。他们血洗了皇城，假传遗诏，太子今日就要登基称帝。
三皇子呢？三皇子带着经营的兵马退守皇城西门，正与太子对峙，但太子手握禁军，还有丞相的私兵效助，三皇子快撑不住了，属下拼死突围，特来请将军回京主持大局。阿灿，我必须立刻回去。夫君，你去吧，家国天下需要你，我和孩子就在这里等你回来，你一定要平安。等我回来，护好夫人和小主子，若出半点差池，提头来见。誓死保护夫人。夫君，你一定要平安回来。林夫人，大喜讯儿，大喜讯儿啊！什么喜事？快说！京城捷报，太子乱党被擒，丞相满门抄斩，三皇子已经顺利登基了。咱们的大英雄陆将军率兵平叛有功，被新帝加封为一品定安侯，世袭罔替，权倾朝野呀！夫人，太好了，将军平安无事，还成了侯爷。太好了，他没事，他很快就要来接我们回家了。阿灿，我来接你回家了。夫君，你终于来了。新帝赏赐了许多珍宝，还把我们将军府扩建翻新了，如今已经是定安侯府，主院的一切都是按你的喜好布置的。我甚至给你单独辟了个小厨房，以后你想吃什么，就让局大厨给你做。夫君，有你真好。阿灿，我的儿，你可算是平平安安的回来了。这一路上长途跋涉，定是吃了不少苦头吧？女儿回来了，娘。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，快别在门口站着了，赶紧随娘进府去。娘早就让人在你屋里准备妥当了，都是你最爱吃的那些江南精致小菜。来，阿灿，腿给我，让我给你按摩一下。夫君，这几日我夜里总睡不踏实，闭上眼就觉得心口慌慌的，也说不上为什么，就是静不下来。别胡思乱想，有我一直在这儿陪着你呢。况且，蓝大夫和最有经验的稳婆都安排在了府里，随时都能过来，一切都有准备，你且放宽心。里头那个调皮的小家伙，听见没有？别再磨磨蹭蹭的躲懒了，快点乖乖出来，不许再这么折腾你娘亲了。要是再不听话，等你出来，看老子怎么轻轻教训你。瞧瞧你，哪有你这样当爹的？孩子还没见到天日呢，就先被你吓唬着要挨揍了。腾腾腾腾腾。怎么还没有动静？已经大概有多疼？侯爷，不好了！夫人乱差使不上力气了，眼看着就要油尽灯亏，是保大还是保小？你得快拿个主意啊！大，听清楚，
必须保大。若是我的夫人有半分差池，你们所有人统统为她陪葬。侯爷，大喜！天大的喜事儿啊！夫人生了，是个健康壮实的小公子，母子平安。阿灿，辛苦你了，辛苦你了。侯爷，跟你一样，小小的，以后肯定跟你一样鲜活机灵。阿灿，我已经派人去南方老家接你的父母家人了。接我爹娘？等他们到了京城，我要当着两边长辈的面，给你重新补办一场盛大的婚礼。补办婚礼？我都已经是你的侧夫人了。不行，我的夫人绝不能就这么不明不白的待在后院。我要明媒正娶，八抬大轿。我要让全京城的人都知道，你林灿是我陆阳此生唯一的正妻，是定安侯府独一无二的女主人。陆阳，我只是个丫鬟出身的女子，何德何能？傻丫头，哭什么？你是我陆阳这辈子唯一想娶的女人。阿灿，过来。阿灿，这些是定安侯府所有的账本和地契，从今日起，侯府的中会大权就全交给你了。娘，这怎么使的？我出身微贱，哪里懂管家？出身算什么？你能在杨儿最难的时候不离不弃，又为她生儿育女，这侯府主母的位置非你莫属。杨儿能娶到你是她的福气，也是我们陆家的福气。以后这个家就交给你了。娘，您放心，阿灿定竭尽全力管好这个家。啧，真是开了眼了！定安侯爷这手笔这般规制，竟是用迎娶正房嫡妻的最高礼节来娶一个出身低微的丫鬟，这可不是疯了吗？你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那即将进门的林夫人哪里是普通丫鬟？听说是侯爷的救命恩人，更是侯府这些时日的福星。侯爷这般重情重义，才是真豪杰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定安侯夫人林氏，秉性柔佳，贤良淑德，堪为闺阁典范。今大喜之日，特赐羊脂白玉如意一对，祈愿夫妇和顺，万事如意。钦此。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。曾几何时，不过是一个命如草芥、卑贱微末的小小丫鬟，何曾敢想能有今日凤冠霞帔，得嫁良人，成为这定安侯府堂堂正正的女主人。这份情谊，这份殊荣，我林灿此生何其有幸！夫君，你老实交代，你到底是什么时候喜欢上我的？
你猜我是什么时候对你动心的？是不是我当着你的面吃光了你的饭菜，还打了个饱嗝的时候？那时候只觉得你这个丫头胆子也太大了，全府上下没人敢这么跟我说话。你倒好，不仅敢吃光我的饭，还敢回头怼我。那到底是什么时候呀？是从你跑出去又揣着2根黄瓜跑回来给我的时候。自从腿伤之后，所有人都怕我、敬我、可怜我，却从来没有人真正心疼过我。所有人都只看到我暴虐的脾气，却没人看到我心里的绝望和不甘。只有你，这个小小的丫鬟，不怕我的暴怒，你敢跟我呛声，还会偷偷跑回来给我送黄瓜，劝我好好活着。从那一刻起，看着你叽叽喳喳的样子，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，我死寂的世界里终于照进了一束光。所以母亲跟我说冲喜的时候，我第一个想到的人就是你。阿灿，不是冲喜，从一开始我想娶的人就只有你。原来他这么早就动心了，原来我不是一厢情愿，不是他布局里的一颗棋子，是他放在心尖上的人。傻丫头，哭什么？以后有我在，再也不会让你受一点委屈了。可不是嘛。这声音不是长公主和我娘吗？他们怎么会在一块儿？而且还笑得这般开怀。夫君，你听听，外面是不是娘和我娘在说话？他们怎么听起来如此亲密熟络，简直像是相识相知了许多年的老朋友、老姐妹一般。你呀，别光在这儿猜了，好奇的话，亲自出去瞧一眼，不就什么都明白了？当年那些旧事，我早已不放在心上了。廷哥他心里始终只有你一人，这一点我从来都是清楚的。当年也是你自己亲口对他说，只愿寻个踏实本分的人，安安稳稳度此一生，好让他毫无牵挂的迎娶我。说起来，若不是因为我，你或许也不……快别说这些见外的话了。你瞧，如今我们不是都过得挺好吗？你有杨儿这样出众的儿子，我呢也是儿女双全，更有阿灿这样懂事贴心的好孩子常伴身边，这样的日子还有什么不足的呢？说的是啊，细想起来，我们陆家当年欠你的那份情，如今这般，也算是得以偿还了吧？可不是嘛，这就叫父债子偿嘛。难怪长公主第一次见到我就对我这么好，难怪她会把红玉镯给我，难怪陆阳会选中我冲喜，原来这一切早就有渊源。定情了，娘，你这丫头躲在后面偷听，都听到了吧？来，好孩子，快过来。既然你都听到了，那我就把当年的事原原本本的告诉你。那些年，陆老将军的父母早早离世，孤苦无依，是你那善良的外婆心慈，将他接回府中抚养。你娘亲与他朝夕相处，一同长大，虽无血缘，却积累了胜似亲兄妹的深厚情谊。后来那次偶然的微服出行，让我在茫茫人海中遇见了他，只那一眼，我便心动神驰，此生非他不嫁，心意决绝。你娘亲知晓我的心意后，主动寻他长谈，坦然言明自己对他唯有兄妹之谊，并诚心祝愿让他了无牵挂地迎娶我。记得3年前南方遭遇罕见大旱，我南下祭奠已故的老将军途中，偶遇了因灾荒困顿的你家。就在那时，我认出了你娘亲。当时我留了些银钱以解你家燃眉之急，后又设法暗中将你码入将军府为婢。最初只是想着能代替你娘，暗中照拂你一二，让你有个安身立命之所。孩子，说起来，当年是我夺走了你娘妻可能的心之所向。如今我将自己视若珍宝的儿子送到你身边，
许他做你的夫君，这或许也算是将我亏欠你娘的那份情圆满的还给你了。傻孩子，那些往事，娘亲早就真正放下了。看到你能与杨儿结为连理，娘心里只有说不出的高兴。杨儿那孩子品性纯良，重情重义，日后定会一心一意好好待你。原来如此，我与陆阳此生能相遇相守的缘分，早在父辈们的故事里，便已悄悄埋下了悠长的伏笔。你看看眼前这一切，回想当年，我选择了求一份安稳的生活，而你，我的女儿，勇敢地选择了跟随自己心意，去爱你所爱之人。如今看来，我们母女俩虽然走了不同的路，却都寻得了各自心中最好的归宿与结局。将军，给您，我偷偷揣怀里的，无人晓得。您晚上饿了就洗一洗吃。原来这一辈子所祈求的、所拥有的这份踏实安稳与深切幸福，它的种子早在很多年前，在那个他困顿暴怒的午后，随着那2根被我递到他面前的水灵灵的黄瓜，就已经悄然种下，悄然生根，成为了我们命运最好的伏笔与开端。